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阿冷的书房，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阿冷。我最近阅读了尼克马吉乌利的《持续买进》（Just Keep Buying）。如果你必须挑选一匹纯种马餐加赛马比赛，有一个衡量标准可以让你做出决定并赢得许多赛马。著名马主杰夫·赛特 （Jeff Setter） 开始购买马匹时，他会观察马的血统、鼻孔大小、排泄物重量、快缩肌纤维密度以及许多其他衡量标准，但都没有让他找到一匹获胜的马。然后，他开始使用超声波仪器测量马的心脏大小，只购买心脏异常大的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马匹主宰了赛马场。他的一匹马，美国法老 （American Pharoah） 赢得了3冠王。如果投资中有一个衡量标准可以指导你的投资决策，那将是这个：大多数市场在大多数时间都是上涨的。尽管经历了大萧条、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和全球金融危机，从1922年到2022年，美国股市在进入通货膨胀后上涨了160%。随着时间的推移，股市如此稳健和持续的上涨，对于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可能没有比一直买下去更好的投资建议了。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入波动的股市是可怕的。正如著名金融作家杰里米·西格尔 （Jeremy Siegel） 所说，恐惧比历史证据的有力分量更能抓住人类的行动。有2种主要的恐惧会阻止你长期持续买入股票。恐惧一，市场已经达到顶峰，可能永远不会恢复。最常见的反驳一直买下去的论点是过去33年日本股市的表现。如果你在1989年的高点投资了1000美元，那么今天它只值690美元。然而，如果你一直买下去，在过去33年中每年投资1000美元，你投资的33000美元今天将价值59000美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回报，但肯定比把钱放在现金中，眼睁睁看着它被通货膨胀侵蚀要好。但幸运的是，如果你不固守一个市场，你就不需要满足于平庸的回报。记住，是大多数市场在大多数时间上涨，而不是一个市场会永远上涨。在任何30年的时间里，全球88%的市场都会创下新高。因此，如果你投资于多个市场，你的投资组合在30年内从崩盘中恢复的机会几乎是100%。投资大多数市场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购买一个大型世界指数，例如 Vanguard Total Stock Index ETF（VT），每年的持有成本仅为 0.07%， 即每投资1万美元成本为7美元，这比共同基金便宜得多。这个全球总股票指数 ETF 是全球所有可投资市场中9551只股票的集合，它会自动用蓬勃发展的公司取代正在衰落的公司，因此你不需要管理它。当你投资于像 VT 这样的世界指数时，你不再是赌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经济体上，而是赌注在人类的智慧以及我们随着时间推移创造盈利企业和产品的能力。但即使你投资于一个大型多元化的股票篮子，你仍然会遇到大幅度的波动，全年都会有大的价格波动。在过去50年中，标普500指数，即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占全球总股票指数的大部分的平均年内价格下跌为 14%。但标普500指数在这50年中有40年仍然是正收益。如果你想增加财富，就必须容忍一定的波动性，但作者尼克马吉乌利说，你不应该容忍你的整个投资组合跌幅超过 15%。历史表明，如果你可以避免 50% 的跌幅，透过将一部分投资组合专门用于产生收入的资产，这些资产在股市整体下跌时，历史上会增值或保持不变，那么你将长期跑赢整体股市。在几乎每一次衰退中，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3月的 COVID 崩盘，股票下跌了 30% 以上。但长期美国国债，人们通过代码 TLT 购买，在股票下跌时却上涨了。在高通胀时期，例如1970年代和现在的2022年，像必需性消费品、能源和公用事业等防御性行业，人们通过代码 XLP
XLE 和 XLU 投资，在整体股市下跌时仍保持在高位。目标是找到与大盘走势不相关的生息资产的正确平衡，这样你就可以在任何动荡的市场中将你的亏损控制在 15% 以下。恐惧2，市场正在崩盘，我要等情况好转再买。当你投资组合中的股票部分跌破 15% 时，可能会感觉你的钱正在被焚烧，这使得一直买下去变得特别困难。但如果你能找到勇气，在股票被屠杀时继续购买股票，那么你投资的资金将在股市复苏时获得超额回报。因为如果你在市场下跌 20% 时投资，当它恢复时，你获得的不是 20% 的利润，而是 25% 的利润。同样，如果你在市场下跌 33% 时投资，就像2020年3月那样，当它恢复时，你获得的不是 33% 的利润，而是 50% 的利润。市场下跌的百分比越高，市场复苏时你可能赚取的利润就越多，你等待复苏的时间越长，你仍然可以享受不错的年回报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时股市下跌了 55%， 你本可以等待10年让市场恢复，并在这10年中每年获得 8% 的回报。但幸运的是，市场只花了4年就恢复了，并以这4年中 22% 的年回报率奖励了那些在情况最严峻时继续买入的人。近年来，股市复苏比过去快得多。在2020年3月崩盘之后，市场在6个月内恢复。在2018年12月市场下跌 16% 时，4个月后市场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是剧烈的复苏，剧烈的复苏正是你不应该等待买入，以期在崩盘底部买入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推迟购买，或者更糟的是卖出你的股票，希望以更好的价格买回，你很可能会错过底部，并以比你一直买下去更高的价格买回市场。即使是在像1970年代那样慢涨的熊市中，如果你错过了10年中表现最好的10天，你的回报将是负 20%， 而如果你只是保持投资，你将享受 17% 的回报。如果你在那些糟糕的年份完全退出市场，只持有现金，通货膨胀汇清时，你的购买力 17%。 总结，如果你能收到来自30年后的人的投资建议，很有可能他们的讯息会是持续买进，因为历史表明，没有比持续购买大规模、多元化、低成本股票指数更容易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法来增加财富了。在过去100年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有非常高的几率会继续有效。所以，如果你有长期的眼光，无论股市表现如何，都要一直买下去，用你现有的资金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并用与大盘不相关的资产来平衡你的股票，这样你就能度过严重的衰退，并享受长期稳定的年回报。这就是我从尼克·马吉乌利的持续买进中获得的核心讯息。马吉乌利出色地运用数据，阐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投资论点。非常感谢您收听阿冷的书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 comment、like、subscribe。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见。